瑞宝今天爬上了福宝姐姐的大树，以后福宝不会再出现在园区了。而瑞宝这在树上的样子，像是福宝的接班人。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大熊猫出现在这棵树上，但不会再是福宝了。瑞宝在小树上仔细嗅着上面的气味，瑞宝微笑的小脸看上去很开心。不知福宝有没有在小树上留下写给妹妹的信件？如果有的话，福宝应该会说，让两个妹妹照顾好妈妈。爷爷们也老了，不要太调皮。园区外如果有姨姨和自己挥手打招呼，记得要回应。福宝的叮嘱就像是远行前妈妈对自己孩子的叮嘱。而眼前这棵小树也经历了很多波折和改造，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最开始时，这棵小树只是一棵光秃秃的树杈，后面爷爷们觉得小树太单调，于是将爷爷亲自挑了一棵大树，将其砍断，然后在园区数名员工的努力下，将这棵大树搭在了福宝两棵小树之间，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独木桥。不过独木桥有了，但福宝面对这独木桥有点不太敢走，而且如果一不小心还有掉下来的风险，所以福宝只敢躺在上面。将爷爷发现了福宝这一现象后，便给独木桥中间部分给其进行了加宽，这样缩短了福宝攀爬独木桥的距离，从而还可以让福宝爬到一半时休息一下。而有了这次改造后，福宝在独木桥上也变得大胆起来。就这样，福宝在这根独木桥上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，直到瑞宝和辉宝长大，来到室外园区玩耍。爷爷们给福宝树上的独木桥拆了下来，放在了小木床与小亭子之间，这便是现在的模样。而现在不光小树发生了变化，树上的熊也变了。树上的熊不会再是福宝了，以后上面的可能是辉宝，也可能瑞宝亦或是爱宝。瑞宝坐在树上这惬意的样子，看来瑞宝这是做好接任福宝姐姐做园区大姐的准备了。福宝正躺在滑梯平台上，思考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够长大。福宝想着想着，眼神逐渐迷离，很快便睡着了。一会宋爷爷悄悄来到福宝身边，福宝听见爷爷的声音醒了过来。爷爷给福宝带了一个礼物，想必昨天宋爷爷刚看完哆啦 A 梦，所以今天特意给福宝做了一个超大号的竹蜻蜓。爷爷还给福宝示范了一下竹蜻蜓转起来的样子，看上去很是好玩。但福宝刚醒还有点迷迷糊糊的，直到爷爷拿出手里的小零食后，福宝才清醒了过来。爷爷将小零食递给福宝，让福宝先吃着，然后开始给福宝收拾吃剩的竹子。爷爷将竹子放到一边，开始抚摸福宝，顺便给福宝清理一下身上的青团渣。福宝很享受的趴在滑梯平台上，体验着爷爷的清洁服务。给福宝清理的差不多后，爷爷给福宝将大竹蜻蜓递了过来。爷爷玩耍着竹蜻蜓，试图引起福宝的注意，但福宝好像对其并不太感兴趣，像是在跟爷爷说，你这都是哄小孩子的玩具，而自己已经长大了。但宋爷爷自己却玩得很快乐，而福宝为了不让爷爷失望，接过了爷爷的玩具。宋爷爷想让福宝坐起来玩，但福宝就想躺着。福宝这体重，爷爷有点搬不动了。最后福宝拗不过爷爷，只好随了爷爷的意坐了起来。爷爷看福宝如此懂事，摸了摸福宝的头。福宝张大嘴吓了吓爷爷，而爷爷反应也很快，学着福宝刚才的样子。一会儿，爷爷将竹蜻蜓放置在福宝的面前，然后离开。爷爷离开后，爱宝来到饮水盆前喝水。福宝看到妈妈来了，激动的直接从滑梯上滚了下去。福宝飞快的跑向妈妈，想去和妈妈玩。爱宝被福宝的声音吓了一跳，以为有敌袭呢。一会儿通道门打开，爱宝回了家，而福宝还没在室外玩够，又坐在一旁吃起了掉落在地上的竹子。直到福宝看着空荡荡的园区，有些害怕了，福宝这才灰溜溜的跑回了家，将爷爷正在为福宝用绳子固定小树。刚才福宝有点激动，给园区的竹子掰弯了。爷爷试图给竹子进行一番抢救，将爷爷通过大树拉小树的原理对竹子进行固定，这样可以再给竹子一丝生机。爷爷将竹子抢救完离开。一会儿，福宝走了进来。福宝先是来到小亭子前，福宝看到窝头后，开心的笑出了声。福宝可真是一个小吃货。与此同时，乐宝也休息完出门营业了。乐宝径直来到小木床上，和福宝一样，同样吃着窝头。乐宝吃着吃着，又低下头沉思了起来。福宝这边吃完窝头后，来到了饮水盆前喝水，但是福宝的小眼神让人感觉福宝指定又有什么鬼点子。福宝扭头来到了小亭子前，福宝看到小亭子上还有2根自己没吃的竹子，勤俭节约的福宝将其拿下来吃掉。吃完手里的竹子后，福宝又来到了小亭子上，打算另找一些新的。福宝找到一根后，开心的将竹子举了起来，像是在跟大家展示自己这美味的竹子。吃完竹子后，福宝又没事干了。福宝本来要在门口等下班，结果福宝小脑袋一转，又想起了之前自己掰到一半的竹子，但这次爷爷用绳子拴住了。福宝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，
福宝只是馋的对着竹子闻了闻，一转头发现爷爷正看着自己，福宝立马停手，乖乖的回了家。今天福宝有点开心过头了，给爷爷种的小树连根拔起。早上福宝坐在小躺椅上吃竹子时，心情还是蛮不错的，只是对于竹子的品控依旧很高，而观看福宝的游客们已经达到了人挤人的程度。据说想要到第一排去拍福宝要等上半个小时左右，不知道福宝每天看到这么多人看自己，心里什么想法？福宝沉浸式的坐在小躺椅上吃完竹子之后，无聊的趴在了小亭子上，看着空无一物的小亭子，福宝甚是无聊。福宝坐在小亭子上，给自己挠了挠痒，然后又给自己的小亭子做了下标记，示意爷爷下次给这上面放些竹子上来。熙熙攘攘的嘈杂声，福宝坐在小树上也睡不着。这时福宝开始逐渐烦躁，先是在小树上舞动了一下身躯，然后从小树上下来，来到小木床上。福宝看着眼前这些不好吃的竹子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对着竹子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紧接着福宝来到小亭子下方，一个翻滚，然后回头抱住了爷爷种的小树。小树因为无法承受福宝的体重，一下被连根拔出来了。此时福宝心情依旧没有冷静，福宝再次来到小树上，结果由于自己东张西望，从独木桥上摔了下去。这下福宝全怪在了眼前的竹子风铃上。福宝对着竹子风铃一顿拳打脚踢，福宝用牙咬着竹子，有几秒钟福宝都腾空了。姨姨们纷纷夸赞福宝活泼可爱，直到爷爷给福宝开门回家，福宝心情才变好。等福宝再次出门时，立马变成了活泼开朗的小公主，吃着胡萝卜尽显淑女本色。为了引起江爷爷注意，福宝从小山坡上翻滚下来，随后挣扎着想要爬起来，没想到江爷爷走了上去，丝毫没有看福宝一眼。委屈的福宝也爬上了小山坡，没想到江爷爷绕开了福宝，又从小山坡上跳了下去，想要跟江爷爷玩的福宝发现江爷爷并不理会自己，只能躲在一边生闷气。而这个时候，江爷爷扛着一堆小竹子从旁边走过，福宝气鼓鼓的看了一眼，想要继续生气，但是又忍不住跟了上来。拜托，那可是竹子，这么好吃的东西不吃可是有点亏的。但是跟在江爷爷后面的福宝走得太慢了，走着走着就跟丢了，发现江爷爷根本没有把竹子留给自己的意思，气得福宝找了个小石头在上面躺着休息，但是眼睛一直盯着江爷爷，似乎想要让江爷爷原地回头。但是看到江爷爷一直不理自己，福宝原地转了一圈，开始生闷气，是我不够可爱了吗？江爷爷为什么不理我？一脸懵的福宝在小石子上面一脸不开心，哪怕是江爷爷特意跑过来哄福宝，福宝也一动不动，根本不想搭理江爷爷。而江爷爷也十分耐心，一直呼唤着福宝，但他丝毫没有理会江爷爷，哪怕是听到江爷爷的呼唤，也是躲在小石子上，用屁股对着江爷爷。等到江爷爷过来找自己，福宝还是在生闷气，眼睛都不看江爷爷一下。江爷爷特意过来摸摸福宝，想要安慰他一下，结果吃了闭门羹。在江爷爷的甜言蜜语攻势下，福宝开心了起来，想要一下扑到江爷爷身上，结果没想到腿刀用10方恨短，只能扑个空气，而且一下子没抓住木头，扑通一声摔倒了地面上。这一下摔得很结实，气得福宝咬牙切齿，追着江爷爷好好教训这个不接着自己的小老头。但是江爷爷一路小跑，福宝根本追不上，只能在后面嗷嗷叫，直到江爷爷跑到了角落。这一下给了福宝机会，福宝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，就像是一个小魔童一样扑倒了爷爷。随后江爷爷起来了之后，拿走了福宝的竹子，福宝跟在后面想要把竹子拿回来，但是江爷爷跑得太快了，气得福宝只能回到了自己的小亭子。但是没想到又被江爷爷一顿折腾，翻倒在了地上。看着江爷爷又想要推自己一把，气得福宝一爪子伸了过去。张牙舞爪的福宝恶狠狠地盯着江爷爷，估计满脑子都在想着如何复仇的大计划。早上福宝坐在小树上给自己清洁身体，福宝抱着自己的大长腿仔细地检查着。一会儿福宝看到妈妈在吃竹子，自己也饿了，福宝后腿搭在树上，前腿撑在小滑梯，嘴上去捡竹子，姿势很是刁钻。而一旁爱宝吃竹子的样子就显得文静很多。福宝拿着一根竹子闻了又闻，从小福宝就有着爸爸身上对食物把控的本领，对于不好吃的竹子就算饿着也不去碰一碰。福宝闻了闻手边的3根竹子，没有一根喜欢的，转身又爬到了树上。福宝自己和自己玩着，东瞧瞧西看看，最后坐在了树杈上，惬意地吹着风，挠着小脚丫，悠哉悠哉，舒适感映出了屏幕。坐着坐着，福宝有点想妈妈了。福宝走到树端，从小树上滑了下来。福宝走到小亭子上看了看，妈妈正在干嘛？福宝看着小亭子上的竹子，自己也饿了。福宝走到妈妈身边，
从妈妈脚边捡了一根竹子起来。爱宝以为福宝是给自己的，伸出小手去拿，结果被福宝告知这是自己要吃的。福宝躺在妈妈的脚边吃着竹子，但爱宝脚边的竹子都是爱宝挑剩下的，福宝连咬2根，没一根看得上的。福宝转身走到妈妈身旁的新竹子堆旁，爱宝知道福宝要靠过来，立马坐了起来。这是爱宝在坐月子时带福宝养成的习惯。小时候，福宝爱在妈妈身后钻来钻去，爱宝怕压着福宝，所以当试着背后有东西时，都会让自己靠前坐。爱宝挑着一根好吃的竹子后躺了下来，而与此同时，福宝手里的竹子掉了下去，福宝伸手就抓住了爱宝的这根，爱宝伸手拦着福宝，让福宝走开。福宝不依不饶，想让妈妈分一半给自己，爱宝则表示自己丢了都不给你。说着，爱宝手一滑，另一半竹子就掉了下去，福宝只好另选其他的竹子。一会儿，爱宝吃饱后去到小木床上睡觉，而福宝则继续在小亭子上慢慢进食着，直到福宝感觉到便意来袭，福宝弯腰趴在栏杆上，撅着屁股拉起了青团。快下班了，宋爷爷来到园区找福宝玩，还给福宝带了一个粉丝送给福宝的大熊猫公仔。福宝看到熊猫公仔后，激动的都从滑梯上掉下来了。福宝为了不让熊猫公仔笑话自己，福宝赶紧拍拍身上的土站了起来。福宝走到熊猫公仔前，先是给了他一巴掌，宣示了一下主权，表示园区和爷爷都是自己的，不能被你抢走。爷爷拿着公仔逗着福宝，福宝让爷爷放开他，自己要和他一决高下。福宝抓着熊猫公仔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福宝一顿输出，发现怀里的熊猫一动不动，才意识到这原来是一个假的，这下丢熊了。福宝转身离开，爷爷再次将熊猫公仔递给福宝。福宝没有了刚才的暴躁，而是想带他去玩自己的滑滑梯，但爷爷想让福宝和熊猫公仔拍张合照纪念一下，但福宝叼过熊猫公仔后就想给其带走，单独和他玩。一会儿爷爷要和福宝离开，福宝扭头就去追，要爷爷不要走，让爷爷陪自己玩。爷爷想趁此机会逗福宝回家，但福宝是聪明的，根本不上当。对于熊猫公仔，福宝更喜欢自由。福宝自己来到了滑梯上玩耍，福宝在滑梯上似躺非躺，似坐非坐，福宝全身上下都是包袱。而爷爷因为没有给福宝引诱回去，没一会儿再次来到了园区。这次爷爷又给福宝带了新的玩具，只见爷爷将一个蓝桶里的东西倒进了竹筐里面。好奇的福宝再次被爷爷的新花样吸引，连滚带爬的来到竹筐前，福宝一头钻到竹筐里，原来竹筐里面是满满的冰块。大熊猫作为喜寒的动物，面对冰块根本抵抗不了。福宝在竹筐里钻来钻去，喜欢的都找不到方向了，一下从小木床上滚了下来。此时竹筐对福宝依旧有着很大吸引力，福宝从床上玩到地上，再从地上滚来滚去，开心的不亦乐乎。不管爷爷怎么勾引福宝，福宝每次快到门口都会折返回来，偶尔还好奇的看看窗外的姨姨们。一会儿爷爷再次返回，福宝看到爷爷来了，立马往小树上爬。爷爷抱着福宝和姨姨们打招呼，想让姨姨们看得更清楚一点，但结果福宝趁爷爷不注意，扭头又跑了。福宝一个大跨步爬到小木床上，爷爷看福宝又想爬滑梯，爷爷再次尝试抱起福宝，福宝不想走，扭头就咬爷爷的皮靴子。经过爷爷的一番折腾，终于给福宝抱了起来。这次爷爷再也不敢放手了，抱着福宝和游客们说了声再见，便一鼓作气给福宝拖回了家。途中还遇到了圣西阿姨在清理园区，福宝想踩着妈妈的头从小亭子的扶手上翻过去，福宝给爱宝一顿折腾，让爱宝很是难受。爱宝索性一用力给福宝顶了过去，翻过去的福宝注意力又放在了小亭子的扶手上，对着扶手一顿啃咬，可能是在换牙期，有点牙痒。一会儿爱宝在趴在扶手上休息，福宝又凑了过来，想要跟妈妈亲密互动一下。福宝想要贴贴，不想让妈妈乱动，霸道的福宝一下给妈妈的头摁了下去，而爱宝也被福宝这一下按懵了，老老实实的在木头上躺着，动也不敢动。就这样霸道的福宝在妈妈身上蹭来蹭去，等福宝蹭完想要离开时，爱宝便不让了。爱宝这个时候抱住了福宝的小脚，不让福宝这么轻松过去，但随着福宝的不断挣扎，爱宝突然松开福宝，但由于用力过猛，一下子翻了过去，头被卡在了树缝里。福宝在树缝里不断的扑腾，好不容易才给自己救了出来。福宝坐在妈妈身下，拿着一根竹子进食着。此时福宝还很乖巧，但福宝给嘴里塞满竹子后，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坐在了小木床上。爱宝回头看着福宝，小手拍了福宝下巴一下，问福宝又在琢磨什么坏心思呢？福宝表示自己没有。害怕挨揍的福宝一个翻滚来到了小木床下方吃竹子，紧接着爱宝走了过来，福宝伸出手
让妈妈有话好好说，千万不要动手。爱宝才不听呢，抓着福宝就给福宝摁了下去，以报刚才福宝摁自己的仇。福宝连忙跟妈妈道歉，才躲过妈妈的毒打。一会儿福宝想去看看去室外的门有没有开，而爱宝也跟了过来。这时福宝很是乖巧的等待挨打，没有尝试跟妈妈反抗。虽然福宝有点惨，但确实很可爱。从9月1日开始，观看福宝一家的时间被限定在了5分钟。姨姨11点半来到园区时，福宝正在睡觉。姨姨观看了5分钟福宝睡觉时的样子，人员变少后，园区明显安静多了。之后姨姨又重新排队，12点再来时，福宝已经睡醒了。福宝坐在树上给自己挠痒，顺便让自己醒醒盹儿，一会儿好下去吃竹子。福宝给自己挠了挠痒后来到树下，福宝看了下小亭子上午吃剩的竹子，福宝看了一圈没见有满意的。福宝来到门口等待爷爷开门，福宝想回家了。12点20再来时，福宝从室内休息完又出来了。这次爷爷给福宝准备了丰盛的食物，竹叶、竹茎、窝头很是齐全。福宝吃完窝头后，看了看一旁的竹茎，小手却拿起了另一旁的竹叶。福宝是有想法的。福宝拿起竹叶后，开心的吃了起来。福宝吃的很是仔细，每一根竹子都被福宝摘得干干净净的。虽然有些竹子被福宝选中放进嘴里，但有时福宝也会对放在嘴里的竹叶进行2次挑选，将那些气味感觉不好的进行剔除，之后再继续进食。姨姨看了福宝5分钟的进食后，再次去重新排队。等回来时，福宝已经吃饱了。福宝走到小木床上看了一眼，发现小木床上空空如也，没有放竹子。福宝改道来到了饮水盆前，福宝在饮水盆喝了点水，还是不放心小木床上。福宝怕自己刚才没看清，福宝走到小木床上又仔细查看了一遍，发现确实没有竹子。之后福宝趴在冰床上休息了一会儿。下午4点20再来看福宝时，福宝爬到了小树上去睡觉。姨姨这一天跑来跑去的，也算是做运动了。而现在园区里的嘈杂声明显少了许多。5点福宝从树上醒来，来到小亭子上继续吃东西。福宝生活就是这般简单且充实，不是在吃饭就是在睡觉。一会儿福宝在室内吃了一会儿竹子后，来到了室外园区。爷爷在室外的小木床上放了一块胡萝卜。最近天气变凉爽了，福宝来室外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。福宝坐在小木床上，吃完胡萝卜后，简单吃了2口竹子便已饱了。福宝便开始在园区里散步。福宝悠哉的在园区里转来转去，跑跑跳跳尽显可爱。一会福宝看到门口的观景竹长得不错，福宝走上前简单来了2口，看福宝眯起小眼的样子，竹子的味道应该是还不错。之后福宝又在园区里转了一圈，时不时来到通道门口看看爷爷有没有开门。看样子福宝太久没来室外，对室外有点没安全感了。福宝来到小木床上，对着竹子发了阵脾气，让爷爷赶紧给自己开门，让自己回去。爷爷看到福宝的小情绪上来了，于是便给福宝将门打开，让福宝回了室内。福宝回到室内时已经5点40了。福宝吃完竹子后便要下班了。宋爷爷一把捏住了福宝的小揪揪，干了所有姨姨想干却干不了的事儿。早上无聊的福宝自己玩起了爷爷给自己制作的滑梯，一个没刹住车，给自己摔了一个大屁股墩儿。一会儿同样无聊的宋爷爷来到园区来找福宝玩。爷爷摸摸福宝的鼻子，再摸摸福宝的小手，然后对着福宝的小揪揪就伸出了罪恶的小手。福宝立马护住自己的小揪揪。一会儿宋爷爷去给福宝清理小吊床上的竹子，爷爷将小吊床抬起，许多的青团碎渣随之滑落，场面过于美丽。但爷爷并没有嫌弃，而是看到福宝无聊后，用胡萝卜给福宝制作了一个逗猫神器。福宝看着飘在空中的胡萝卜，一下来了兴趣。爷爷拿着胡萝卜挑逗着福宝，福宝站起身想去抓胡萝卜，福宝一点一点往前，而爷爷则拿着胡萝卜一点一点往后，引诱着福宝。爷爷这操作像是个偷猫的，好在福宝聪明，并不上爷爷的当。福宝假装后退，爷爷便将胡萝卜递了上来。福宝趁爷爷不注意，一下就将胡萝卜咬在了嘴里。福宝这古灵精怪的样子着实可爱。福宝给自己换了个位置，自己坐在树杈中，开心地享受着自己的胡萝卜，而爷爷则继续为福宝打扫着园区。福宝看到自己的小吊床不仅变干净了，还放置了新的竹子。福宝立马来到小木床上享用。福宝吃完竹子后，来到饮水盆前喝水。宋爷爷则在门缝偷偷叫福宝，但福宝没有理爷爷。福宝喝完水，来到了小树上。这时，一只鸽子飞了过来。福宝看到鸽子后，抬头示意让其离开，但鸽子却不为所以的大步向前。福宝本来转头想往前走走，结果看到鸽子在，立马回头假装没看见。福宝这胆小的样子，真是有失自己这大体格子。好在鸽子一会儿自己飞走了。
爷爷则在门口敲击墙壁，试图引福宝过来，打算让福宝回家了。而福宝却趴在了独木桥上。福宝爬了一会儿，越想越气，心想自己怎么能被一只小鸽子吓到。福宝对自己刚才的行为百思不得其解。此时福宝正在吃竹子，而住在隔壁福宝的爸爸乐宝也和福宝一样正在进食。父女俩这吃饭的样子简直一模一样。一会儿福宝吃完竹子后，来到自己的马桶前开始拉青团。福宝身边的这个小树既要承受福宝的施肥，又要承受福宝发脾气时的摧残，甚是可怜。而今天室外天气也很不错，些许微风，爷爷还给福宝的小瀑布打开了。一会儿福宝在室内园区拉完青团后，来到了室外园区。福宝径直走到小木床前，从竹子堆里找到了一块胡萝卜。福宝坐在小木床上，一边享受着微风，一边吃着清甜可口的胡萝卜。福宝表示胡萝卜简直是好吃到眯眼。福宝开开心心的吃完胡萝卜后，又将头埋进了竹子堆里，试图寻找第二块胡萝卜。福宝找了半天，并没找到其他的胡萝卜。不过福宝也并没有难过，而是吃起竹叶。新鲜的竹叶味道也是不错。福宝一鼓作气，连炫7、8根竹子。之后，福宝拿起一捧竹子闻了闻，感觉味道都差不多，没有很惊艳的了。福宝转身走下小木床。走下小木床后，福宝也不知道去哪玩。福宝走到小亭子前看了一眼，福宝站在小亭子上观望了一会儿，感觉没有什么可以吸引自己的，又在小亭子上转了一圈，最后选择了来到门口的观景竹前拉了坨青团。拉完青团，刚好肚子又空了，眼前的观景竹成了福宝最好的选择。福宝坐在观景竹前，来了2口自助餐。解决完身体需要后，福宝恢复了一些活力。由于刚下过雨，有些湿滑，福宝踉踉跄跄的又回到小亭子上。福宝想爬树了，福宝在树缝中辗转腾挪，很快便到了第一个树杈上。福宝来到树杈上没一会儿，福宝便又不想玩了，想回家了。福宝来到通道门口，急切的想让爷爷开门，让自己回去。福宝用身体用力顶着通道门，试图将其推开，但是通道门纹丝不动。福宝转头就将怒火发泄在了小木床上的竹子堆上，由于脾气太大，反而还给自己摔了一个屁股墩。福宝生气的跑到了小瀑布前，福宝又开始研究瀑布里面的水是从哪儿来的了。不过这次福宝刚探头进去，就听见了通道门打开的声音。福宝立马放弃手里的活，转头跑向了通道门口。福宝正慵懒的躺在树干上睡懒觉，而爱宝则正坐在小木床上吃竹子。一会儿，福宝迷迷糊糊的从树干上醒来，转身去看妈妈去哪儿了。爱宝喝完水，来到福宝身边，看样子爱宝也想福宝了，真是母子连心。爱宝来到福宝身边，和福宝贴贴，画面看上去有一种映出屏幕的温馨。一会儿爱宝累了，福宝自己玩起了小脚，要么就躺在独木桥上休息，而爱宝就趴在树干上默默地陪着福宝。母女俩一个躺着一个趴着，在太阳的照耀下，困意再次袭来，母女俩又一次进入梦乡。一会儿，爱宝回到小木床上睡觉，而福宝偷偷从妈妈床上偷来了一根竹子，带着竹子返回独木桥上。爱宝听见声音后醒了过来，盯着福宝，害怕福宝有危险，直到确认福宝安全坐了下来，才继续睡去。福宝自己抱着竹竿玩耍着，福宝对着竹子啃着啃着，给竹子的皮剥了下来。果然，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发生时，都是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里。这是福宝第一次给竹竿剥皮。福宝给竹竿剥完皮后，用自己的小奶牙努力啃咬着。一会儿，福宝对着竹子啃累了，自己爬到了树杈上，而爱宝此时已经深深睡去。单看爱宝睡觉的姿势，就知道爱宝睡得很舒服。而福宝也没有去吵妈妈，就这样自己在树缝中挪来挪去。一会儿，福宝给自己滑了下来。福宝在小树和独木桥间折腾来折腾去，可可爱爱的样子萌化了所有姨姨的心。福宝这清澈中透露着一点愚蠢的眼神，像极了大学生。一会儿，爱宝醒后，带着福宝来到了室外，而福宝又开始了对室外的探索。一会儿闻闻小草，一会儿看看小花。前一秒，爱宝还看福宝在自己脚下，而爱宝一抬头的功夫，福宝就钻到了小亭子下面。爱宝心想，福宝又溜到哪儿去了？怎么一眨眼就不见？一回头发现，原来福宝来到了自己的身后。调皮的福宝趁妈妈睡觉的功夫，偷偷咬住了妈妈的耳朵，感觉妈妈的耳朵用不上力，又敢要妈妈的后脖梗，用力拉拽，甚至还咬着妈妈的后脖梗打了个转，直到给自己累没劲儿才松开。而爷爷趁母女俩玩耍的时间，来到乐宝园区。这时的宋爷爷看上去年轻且潇洒。宋爷爷给乐宝放置完小零食后，开始为乐宝打扫刚才吃剩的竹子。宋爷爷将竹子收拾好后，扛着竹子离开。爷爷之所以将吃剩的竹子收拾得这般干净，是因为这些竹子待会儿还要送到大象馆，
给大象吃。爷爷将吃剩下的竹子放下后，又给乐宝搬来了新的竹子。新的竹子放好后，爷爷又转身离开，拿来了一个很长的网兜。爷爷将网兜伸进乐宝的小泳池，捞出了满满一兜子的青团。之后，爷爷又将零散在地上的青团捡了起来。徒手捡青团对爷爷来说已是家常便饭，跟拿竹子没有区别。一切工作忙完，乐宝从门里走了出来，先是围着自己的小水池转了一圈，然后来到小亭子上吃自己的胡萝卜。虽然这时的乐宝年轻一些，但因为螨虫眼的原因，看上去没有最近的状态好。虽然颜色上没以前白了，但是看上去身体更健壮了一些，也算是熊猫界中的逆生长了。甚至现在有些韩国网友给乐宝起了个外号，叫做熊猫界的马东锡，有着乐东锡的美名。有些姨姨或许不认识这个人，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人在韩国电影里可以一巴掌拍死一个韩国人，主要形容乐宝很强壮。早上宋爷爷提前来到园区，为福宝清理小亭子上的落叶，不然一会儿福宝来室外园区时会坐着不舒服。爷爷将小亭子打扫完后，将带来的竹子绳子解开，将竹子放置好，便去室内召唤福宝了。一会儿，福宝带着愉快的步伐来到室外园区。福宝先是坐在空地上观察了一下园区，今年秋天的园区少了爱宝的一些气味，这让福宝有点没安全感。福宝在园区转来转去，最后来到了小亭子上。小亭子上有爷爷准备的胡萝卜和竹子。福宝拿过胡萝卜来后，开心的大口大口咀嚼着美味的胡萝卜，让福宝暂时忘掉了其他烦恼。福宝对着胡萝卜一口接着一口，将最后一点胡萝卜放到嘴里时，好像是有点硬。福宝眯着眼咬胡萝卜的样子，憨萌憨萌的。福宝吃完胡萝卜，又拿起了身旁的竹子。福宝简单尝了2口，又对小树产生了兴趣。福宝上下打量了一下小树，3两下就爬到了树缝中，这让没看过熊猫爬树的游客阵阵惊呼。福宝挪动着身体爬到了树杈上坐着。福宝看了一圈来看自己的姨姨，然后又想着该给姨姨们表演点什么才艺好。福宝盯着树顶看了看，考虑要不要跑上去玩。最后福宝决定从树上下去，再吃点竹子。但这堆竹子明显不符合福宝的胃口，福宝便来到门口，让爷爷给自己开门回家。福宝坐在门口辗转腾挪的，一点也不想多待。或许是秋天的一丝凉意，让福宝想妈妈了。福宝来到室内后，径直往门口走去，但爷爷没有开门。福宝来到小亭子上呆坐着，眼神时不时看向门口，而福宝头顶的小揪揪甚是明显。就算福宝在成群结队的大熊猫中，只要看一眼它们的头顶，就能分辨出哪一只是福宝。这时福宝正在经历自己的独立生活的训练阶段。早上福宝因为比妈妈早上班半天，福宝自己在园区很是无聊，但这时福宝的精力根本用不完，一会儿爬爬树，一会儿给游客们表演高难度下树。无聊的福宝趴在冰床上，看着园区还有什么好玩的。一会儿爷爷来到园区，给福宝带了一捧自己刚处理好的竹子。直到一会儿爱宝从门里走了出来，一上午没有看到妈妈的福宝，这次看到妈妈后，立马成了妈妈的跟屁虫。妈妈走到哪儿，福宝就跟到哪儿。福宝和妈妈来到小木床上，硬要和妈妈贴贴，表达着自己对妈妈的想念和喜爱。从来没见过福宝这么喜欢妈妈，看来久别重逢的感觉连大熊猫都抵挡不了。福宝和妈妈蹭着蹭着就钻到了妈妈的怀里，吃起了奶。毕竟对此时的福宝来说已经不管颜面了，就算自己的体重已经快上200了，但毕竟吃一次少一次了，脸面不脸面的已经不重要了。福宝360旋转着躺在妈妈怀里吃奶。爱宝这次也没有阻止福宝，而是自己拿起了一根竹子，一边吃着竹子一边喂食着福宝，画面和谐且温馨。这一次福宝不知道吃奶吃了多久，最后爱宝都坐累了，累得将自己的头搭在了福宝的头上，但始终没有制止福宝。可能这时的爱宝也感觉到了福宝快要离开自己了。爱宝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姿势，试图让自己多坚持一会儿。20分钟过去，福宝终于吃饱了。福宝去到饮水盆喝水，而爱宝也终于可以休息了。爱宝躺了下来，依靠在小木床上休息。福宝喝完水，去到了冰床上，而爱宝在小木床上辗转腾挪，似乎始终找不到一个满意的位置。一会儿，福宝去到小树上睡觉，爱宝走到福宝身下，像小时候守着福宝爬树一样。当时爱宝是怕福宝从树上掉下来而守着，而现在则是想多看福宝一眼。一会儿，爷爷给爱宝打开门，让爱宝回家休息了。而福宝醒来后，发现妈妈又不见了。福宝对着眼前的竹子看了又看，但始终没有下嘴。妈妈不在身边，福宝也没有了胃口。今天圣谢阿姨和宋爷爷来到园区，给福宝和爱宝打扫卫生。圣谢阿姨这次来，还给福宝折了一段枫叶枝过来，而宋爷爷便替福宝将这份礼物先收下了。
宋爷爷还给福宝用木头做了一个抠糖小玩具，想着给福宝磨牙用。而圣熙阿姨在爷爷陪福宝时，为福宝和爱宝收拾着上午的青团。宋爷爷则用一片枫叶为福宝变魔术，而福宝则无聊的趴在滑梯平台上东张西望，表示爷爷真慢。一会儿，爷爷将枫叶变成了一个蝴蝶，放在了福宝身上。可惜的是，福宝没有看见，就滑落下去了。宋爷爷在小木床上陪伴着福宝，就像是在给爱宝带孩子一样。直到一会儿，爱宝来到园区，爷爷便将福宝交给了爱宝。爱宝来到小木床上后，开始吃竹子，先填饱肚子，才能有力气带孩子。爱宝看着福宝滑梯上的竹子不错，给拿了下来，表示反正福宝又不吃，最后也是浪费掉，还不如当妈的给他解决掉。爱宝吃完竹子后，来到小木床边拉青团。爱宝解决完自身需要后，转身去了室外。爱宝似乎给福宝忘到了脑后，而福宝此时正在睡梦中，并没有发现妈妈不见了。福宝一会儿醒来，在树上打着盹儿，这可可爱爱的模样，感觉福宝的可爱都快要映出屏幕了。福宝在小树上舒展着懒腰，尽显可爱。与此同时，乐宝此时也刚好在室外，正趴在树上看着自己的小娇妻。直到爱宝一会儿回到室内去找福宝，爱宝走了，乐宝似乎有点小情绪了。乐宝大力的往树上一压，树上的叶子纷纷飘落。乐宝从树上下来，立马跑回家，想和爱宝来个偶遇。但此时爱宝正被福宝黏着，福宝想在妈妈身上贴贴，但结果爱宝一走，福宝躺在了地下，又被一旁的小树吸引了。福宝的小眼神直勾勾的盯着门口，原因是福宝的妈妈爱宝被奶爸投喂了一块窝头，但窝头被奶爸放到了竹筒里面。福宝嘲笑妈妈太笨了，这都拿不出来。而爱宝这儿没空搭理福宝，正潜心研究着竹筒。爱宝不断翻转着竹筒，试图找一个比较大的洞给窝头倒出来，但爷爷的手工活过于精巧了，每个洞的大小都差不多。爱宝见智取不行，只能来硬的了。爱宝对着竹筒一阵啃咬，但这个竹筒实在太坚硬，但也可以看出爱宝并没有用全力，毕竟这么多姨看着，淑女形象还是要维护一下的。福宝看着妈妈玩这么起劲儿，也想过来凑个热闹。福宝走到妈妈身边，问妈妈能不能让自己试一下。爱宝叮嘱了几句便离开了。福宝走到竹筒旁边开始研究，而爱宝站在小亭子上看着福宝，心想如果真的让福宝拿出来，今天自己就要少吃一个窝头了。福宝将竹子放在地上滚来滚去，想用妈妈的办法给窝头倒出来。经过福宝一阵研究，窝头露出半个身子。福宝眼看有望，给竹子换了个角度继续尝试，很快窝头就被福宝拿出来了。福宝拿着窝头看向妈妈，心想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妈妈可真笨。福宝拿着自己的成果看了看，然后给扔一边了，这是对妈妈最大的挑衅。福宝留窝头在原地，自己来到小亭子上，跟妈妈说自己将竹筒里面的窝头给弄出来了。爱宝面对福宝的冷嘲热讽不为所动，安静的吃着竹子，而福宝则拿过身旁的冰碗啃咬着。福宝这古灵精怪、聪明伶俐且又不骄不躁的样子，着实让人喜爱。福宝对着冰碗不断啃咬着，冰凉的竹叶一口下去还能嚼上几口冰块，这既解渴又顶饿的感觉，福宝很是喜欢。